Let go, let go, let go of everything. What's that though? 为什么你的颂会大舌头啊？你在该 th 的时候，因为我刚原本要讲 What's that song， 然后我就有点卡到了。我想说，如果我其实就是有时候你讲话不太确定的时候，你就是有点那样子，就是含糊不清带过。没想到被你这个耳朵很好的听出来啊！哈哈。那今天你要为自己设定一些目标吗？哈，什么目标？我没有办法正面回应每个人哦。我想想看，你可以设定什么目标？我今天尽量用甜美的口吻讲话。好，那我今天还是一样努力的训练字正腔圆好了。好的，所以我讲话可能会慢一些。欢迎来到今天的马克信箱。你好，我是欧马克。你好，我是玛丽。我们每个礼拜1、4会在这个频道回复大家的手写信件。那当然呢，我们这个频道呢也会多开一些新的支线，包括大家喜爱的三角测试。欢迎大家尽情锁定三角测试，非常的精彩。还有不定期会出现，如果你有邀请我们去你家的话，会有跟拍到你家。啊，好怀念寿喜烧哦，好想吃哦。寿喜烧？我们不是吃寿喜烧吗？你说跟拍到你家哦？对啊。跟拍到你家是寿喜烧？那个廖阿辉的经纪人的家，很久了，那个味道我还记得，我还记得。然后我们现在也有在筹划新的一个也是影片的系列，希望这个系列呢，到时候如果发布了，也希望大家可以很努力的帮我们分享出去，分享给你的宇宙。谢谢大家，让我们成为黄大千第2。黄大千真的是非常迷人的魅力啊。在这些东西都还没有做到之前，我们就还是先来回信吧。我是全糖微辣，今天是妈妈过世的第196天。我的2019很糟糕，用糟糕的方式跟交往3年的伴侣分手，渣男连发，妈妈癌末过世，挚友车祸过世，真的很痛苦。那个时候妈妈走的时候，我真的完全没有办法单独待在家，面对一个你一直觉得他就是会在啊，天塌下来他都在啊，但他就这样不在了。多亏当时陪伴我的朋友们，妈妈走的前一晚病房塞了好多人，那个时候陪我的朋友们真的让我非常的感动，相信妈妈一定也很开心吧。我以为日子会过得很慢很慢，但没想到就要半年了。我想说的是，那些日子很悲伤，可是每个人人生当中都会面临各种分别，可能是生死，可能是分手，可能是绝交，你没有办法对这些事情 say no， 所以你用尽全力的反抗，但结果还是一样。可是啊，你在失去对你来说非常重要的人之后，会很神奇的，你会珍惜什么是快乐你会明白我是值得被爱的。像我本来是一个自我价值低落的人，可是发生这么多事情之后，我告诉我自己，这些永远离开世界的人，总是一直在用尽全力告诉我，要我知道我是多么值得被爱的人。所以我想告诉所有面临分别分离之痛的人，很痛苦很痛苦，但你一定要相信，你不会痛苦太久的。离母亲节还有1个月，住在天堂的妈妈，母亲节快乐 ，Love you so much。附上这礼拜不喝饮料的50元，献给你们。对了，星期一我们在讲会员的时候，其实忘了说，一开始我们设计这个饮料钱，就是希望大家可以把喝饮料的钱省下来。CD， 没错，就让自己更健康一些啦。然后这一周就是圣诞节嘞，明天就是圣诞夜嘞。12月25号我们就要去台中勤美嘞。哇，你知道台中勤美啊有一个展，但那个展多大我也不确定，可能只有几幅画吧。但是有一个画面蛮妙，是它那个展好像是在比如说 B1 还是 B2， 因为我已经忘记勤美成品里面长怎样了。然后你到楼上往下看的时候，可能中间有个像天井往下看的地方，然后有一张很怪异的脸在那边，你可以拍那张脸。我不确定啦，我是看那个杂志介绍的。如果你有去看过那张脸，你再告诉我值不值得我上楼去拍那张脸。还有呢，到了12月份的时候，你知道有一个对我们影响很大的东西。什么？12月是电商，譬如说从那时候感恩节啊、111啊，然后一直到12月圣诞节啊，所以有很多的厂商都会希望大家在这个时候掏出皮夹、掏出钱来买东西。那他们要怎么样让消费者买东西呢？透过一些很有力的 KOL， 就是要打广告。要打广告的话，那是不是就要广告竞价呢？也就是说，现在你在 YouTube 上面看到广告，跟
平常在淡季看的广告。给我们收到钱是不一样的哦。同样你都是看一支广告，可能假设你以前呢看了100支广告，我们可以收到1块钱。但现在你看了100支广告，我们可能可以收到10块钱。所以淡季更值得看广告就对了。现在旺季更值得看广告哦。为什么听完觉得是淡季值得看广告？对啊，你到底在想什么？因为你说在打很多的时候，你看 What's wrong with you？ 问一下那个。现在问 Sunny 好了，就刚刚那个理解是不是觉得好像他讲的一副就是要我在淡季看广告？他是鹰眼可以重播，是不是？对，我干嘛在旺季的时候？我要那个判决哦，辅助判决。我干嘛在旺季的时候告诉大家淡季可以看广告？当然是旺季的时候告诉你旺季要看广告啊！哦，因为我以为11月才是旺季。没有，现在都是月年底都是11、12都是。好，欢迎大家一样，就是看到你那个办公桌同事已经下班了，把他电脑再打开。你先确定那个交情跟你不错啊，不要跟他为敌，不然隔天早上起来说为什么电脑会开？你觉得有人会记得为什么电脑会开的吗？会去调监视器啊？人家说什么？真的啊？会啊。办公室装监视器就是在这种小事上面来用的。好，大家不要轻举妄动啊，用自己的就好了。嗨，马克玛丽。因为新冠肺炎的关系去澳洲不到2个月就被迫回台了，我心情很复杂，整个计划都被打乱了。有时候呢，知道自己其实不是最糟糕的情况，可是就是会不自觉的开始怀疑人生，为什么会是我？偏偏是这时候，我提着沉重的心情回台湾之后，面对的就是找工作。不知道是不是疫情影响的关系，我工作少了很多，但我的工作比较特别，心想应该不至于太惨。但往往现实很残酷，我投了2家，你就在那边叫哦，2家很少。我今天在听的那个 podcast， 他丢了几份，393份，好夸张哦！你是不是提2家？等一下，393也丢太多了吧？对啊，这个的故事是在讲说。How bad do you want it？ 就是你有多想要这个东西。如果你真的很够想要的话，你会用尽各种的方法去接触它。然后他的故事就是他很想要进这一家公司，他就先上网去查了，发现说这家公司呢，就是在他的所在区域，他们全国有393个分店。那因为他真的太想去了，所以他就每一家投，当然不是一天里面投了393家，他就是写了一个计划表，这一周可能投个2-3次，这一周投个2-3次，然后呢，经过了1整年了之后，反正他就全部都投遍了，然后他就长大了，因为他在投的时候他可能只有16、17岁，后来他长大18岁了，他就买了1张火车票去纽约，然后去了纽约之后，他就亲自要去投，亲自去看这家大企业。就到了这个大企业里面，那个企业人告诉他说：“不好意思，就是我们没有在管这个 hiring 的东西，管 hiring 在这一条街的，就是另外一栋办公大楼。”他就说好，然后他就去了以后呢，他就跟柜台说：“就是我想要去见那个 hiring 的人，这样子。”结果柜台通报了以后，就报了他的名字之后，他也没有带很大的希望嘛，因为如果没有预约，你一定会被拒在外面的嘛。结果呢，没有想到这个负责聘雇的人竟然告诉柜台说就要上来。他就一上去啊，因为大企业嘛，所以富丽堂皇，纽约那种大公司，他也是非常非常紧张啊。就怯懦懦说不好意思，就是我有投过你们的公司，那不知道你记不记得我？你们有没有收到我的申请函呢？然后那个聘雇人员呢，就是拍着桌上一大叠393根纸一堆高的说，我们都收到了，你明天就可以来上班。哇！当然这是一个牧师在讲道，所以就是讲得非常非常励志，然后他的主题在讲说 How bad do you want it？ 但我觉得一般人我们根本就不会试这么多次，因为你看这个人他试了2次，他就觉得都没下文，好可怜哦！拜托，你至少试个20次吧，搞不好他最后一个反转。我们来听，可能是我太有自信了，后来又投了2家，现在过了几天，你知道吗？3天。哇，你好聪明啊！就3天而已，这个大概3天就会受不了了。我又开始焦虑，我开始自我怀疑。虽然从一开始找工作到现在，差不多才2个礼拜。你们可不可以停止批评我？这不是批评，这是你太软弱了吧？那我就还没有成长成一个硬汉嘛。现在我就是软弱才会听马克信箱，才会写信给你们啊。哦，真的是这样。我们这边是软弱聚集者，我们是软弱之家。真的。
他说呢，每天一直上网爬文，搞得自己好烦啊。我也不是一直都是负面情绪的人，可是每天等工作的心情真的很难熬。朋友都说好好享受现在的时光，可是我无法，各种压力让我有点喘不过气。还有上个月的卡费快到缴费了，澳币下跌很惨，不敢换回来，我也不敢跟男友借钱，我的自尊心太强了，真是可怜欸。他就是蛮害怕糗的一个人。现在出门都是男友付钱，虽然都有记账，但导致出门都有压力，我连出门都有压力啊！可能因为是这样，才对于找工作特别烦躁吧。真希望念到信的时候已经找到适合我的工作了，也祝面临彷徨无助的点友都可以找到出口跟方向。希望马克可以说一下，我说不出口。You're not awesome。 这个时候呢，你格外需要晒太阳跟运动，我觉得。Yeah， 来自于 KK， 这是2020年4月22号的信件。好，我希望你已经找到不错的工作了，然后现在隔了1年，然后回去听，你有发现就是当时在彷徨的你，什么叫做无头苍蝇？这就是无头苍蝇。但当你找到方向，当你稳定下来，就是这些，你就会觉得哈，一笑置之。当时我怎么会这样啊？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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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玛丽马克，我是 Nico。某次办公室订饮料，我们已经决定好要订 A 了。主管突然说：“我想喝米克夏。”于是我们就换了。结果呢，我问了几次，阿姨都不理我。直到外送到了之后，你在气什么？我看不懂这个故事。他直接甩态，对我态度极差。什么？这故事到底在说什么？这到底在说什么？主词都没有搞清楚。最近的新冠病毒，他写信是去年的5月， 觉得趋于稳定，连续几天零确诊。这个时候阿姨超北蓝的，他办公室阿姨超北蓝，回复卫福部的官方 LINE， 回人家诈骗集团。我知道他主要整封信就是要 diss 阿姨，但是其实他连话都讲不清楚。他是不是之前也有写信过来？然后我可能会觉得说，对，他说他之前有写过信。对啊，那之前那封可能是我念的吧？我就觉得。如果你的讲话语气或者写信的语气态度是这个样子的话，那的确你对这个世界会有很多的不满，你会觉得世界为什么不了解你？但的确，你因为那是你的问题。我觉得你放过阿姨吧，就也是让阿姨放过你。他说欢迎大家在 IG 搜寻 Hi 底线 My 底线 Lunch Hi My Lunch， 上面记录我每天的午餐便当，看着排版我觉得超级疗愈的。你现在还有在做吗？我来看看 HI 底线My 底线 lunch 有，还有在做，真的耶！还有在做，哇，你的便当看起来好养生哦，真的都是养生饭哎。然后有鱼，有菜，有豆腐类、豆类，甚至还有菱角、南瓜。那南瓜看起来好甜哦，真棒！然后他说他谢谢一位朋友叫做 Snow， 他是我第一份工作的同事。各自奔波之后呢，我们还是继续联络。那在我的生活当中 ，Snow 给我很多有帮助的建议。最重要的是，不管他几岁，他的内心 always young。我们沟通没有距离，我太喜欢了。然后 Snow 说：“你一定要在信中提到哦，马克是我的理想型。”马克、玛丽，你们好，我是小白兔。我现在经营一家手作饰品店，叫做 A Little Studio， 不是一个小小的，是 ALITO， 但念起来、听起来还是 A Little Studio。之前就很想要寄耳环给玛丽跟卡提亚，但我看了很多玛丽的照片，我想看她喜欢哪一种耳环，但我发现玛丽的照片上都没有耳环，为什么？为什么？你说。我几乎是不太戴饰品的人啊。那这2个都给卡提亚咯。没错。再听一次。没错。没错。没错。有礼物可以拿，卡提亚。跟大家介绍一下我的品牌哦，这个命名呢就是来自于 A Little 一点点的意思，因为饰品是身上一个小配件，但特别的饰品可以成为穿搭中的焦点。我希望这个小小的品牌能够发挥大大的影响力，让带着我的饰品的人都可以开心一整天。我主要呢是用树枝作为材料，用海洋、美人鱼、彩霞、贝壳这种大自然的元素来当主题。每一副耳环呢都是我亲手做的，每一副的晕染纹路都会不太一样，是独一无二的。有兴趣的可以来追踪我的 IG ALITO 底线 Studio。
最后来分享一下我入教的原因，是因为大学的时候去一家干燥花店打工。一开始呢，板娘都放音乐，后来有一次忍不住播了马克信箱 0.38 那一集，我们笑到崩溃。从此以后，每次上班都配马克信箱，全部听完之后会重听，有时候播青春点点的录音档。有一次听玛丽说鲜芋仙很好吃，我们就叫了 Uber Eats， 真的超大碗，超好吃。鲜芋仙国父纪念馆都没有了。这一家花店的店名叫做 Morning Cat Flower，IG 是 Morning Cat .tw， 真的超美。最后附上马克最爱的100元。因为怕被玛丽剪破，所以我送上2个50元硬币。您真贴心， So sweet. 您真贴心啊 Dear Marcy， 我是请赐名，我是从青春爱消遣认识你们的，就觉得哇 Podcast 真的是新世界。你们有在听什么 Podcast 吗？哇，这不是我星期一问的问题吗？求推荐，求推荐。出社会工作2年多了，当初刚毕业，人生好像没重心。从小到大，我就是念书啊，我就是升学啊。可是有一天，你终于完成多年来一直在做的事情，就发现，我好像也没什么东西。但很厉害，你至少完成了，不是吗？哦，你是说学业完成啦？对啊。哦。毕业至今工作2年多了，没有很大的成就，但薪水一直有在涨。谢谢老板看见我的价值。我常会觉得，我看到我朋友创业，活得好像很成功的样子，我就觉得，我是不努力啊？我是不是太安于现状啊？可是安于现状不好吗？我的薪资也不低啊，生活我也把自己照顾得很好啊。是不是因为我们的生活中充斥着要成功、要上进的讯息，我就让把自己其实照顾得不错的人，如果你要把它放到成功之路的光谱当中，就觉得好像也不怎么样。Well 啊，这不是我今天刚发的讯息吗？你今天不是在问大家迪士尼家要看哪一部吗？不是啦，那个是 IG 限动啊。我说我的欧马克，我早上发的这一篇，昨天的马克读书会刚好讲到 Adam Smith 说，亚当斯密说，从生到死的时间里，很少有人对自己当下的处境会觉得完全满意，不希望做任何的改变或改善。而当希望改善自己的处境的时候，大多数人能想到的手段是什么呢？努力增加自己的财富。这是最庸俗也最明确的手段。对啊，所以那个时候看到这个蛮有冲击力，就想说是Adam Smith 对人性的观察是这样，就是每一个人我们从生下来到死，我们就是不满足。那如果你同意这个前提的话呢，那你就会觉得对啊，那我永远就是要变得更好。对啊。那可是如果你觉得没有啊，其实我觉得我现在很棒啊，我觉得我很满足啊，那你就不会有这种跟别人比较的心态。就当这个世界再怎么吹捧成功学，再怎么吹捧说你要做得多好，你要被人家看到或等等之类，那些都跟你无关啊，因为你自己已经很满足，你是一个完整的人啊。那你会有这个疑问，就代表对啊，你的确就是会被影响嘛。By the way， 马克，你可以去看 Netflix 的 Beaster 吗？那只狼长得跟你很像。我知道很多人跟我推这个，很多人说这个很好看。我耐着性子看了3集，真的是垃圾。那只狼长得跟你像吗？我根本没有看到那个像不像，就是因为画风我很不喜欢啦，所以撑不住。我撑不住，我真的撑不住，不好意思大家，请停止推荐他这个。很多人跟我讲，我真的谢谢，可是 sorry。我是一个留台的马国侨生。先说我的性倾向无关留台。我大2交了现任新竹男友之后，常在 IG po 闪文。我想，虽然有我的亲友在追踪我，但会用 IG 的应该是比较年轻 open-minded 的人吧。但我错了，我拍了一张跟男友的日出剪影照之后，被亲友截图发给我妈，然后嘞，他就打来质问我。于是我们1对1在家的客厅摊牌。我妈说，你不要回台湾念书了，你去跟谢绍光，新加坡前艺人已出家，你去跟谢绍光念佛。我超崩溃的，什么内容都忘了，满满都是不被谅解的情绪。我也说了，你不会怪一个刚出生就没脚的 baby 为什么没有脚，那你就不该怪一出生就是同性恋的我啊！你要怪就怪你自己，你自己生下来的。后来我想想这句话，其实在妈妈耳里应该也很受伤吧。出柜并不是一次就完成的，我不能让他因为性倾向阻止我的升学。第1次出柜在客厅不了了之也没结果，第2次是我们2个在外点餐，他又提起这件事情，在外面吃饭的时候突然提起来啊。对，因为第1次之后我们就装没事，装那天没发生，一样相处。
他这次一样叫我说，你不要回台湾了，你去印尼，因为我妈是印尼华侨，你去印尼教中文啦，我就又崩溃了，还是没办法沟通。第3次妈妈就说了，你应该看心理医生，你应该去咨商。我窃喜啊，大方答应，好，我亲自预约，简单说了我的情况，就在当天，心理医师开导了我妈。My mom made a deal with me。我妈说，我接受你，可是你不能再跟任何人说你的性向，这是我们的初步协议。我欣然接受。我能理解他不希望被其他人发现儿子是 gay 的压力，所以亲朋啊、好友啊问说他怎么都没女友，我就会回答说，我有100个女友啦，新加坡排队到台湾，1、2、3、4、5、6、7，礼拜天休息。大家就觉得你在开玩笑，也不会多问你什么。那其实我家亲戚也不太问，新年回家都没有困扰，是不错的亲戚，但也有可能他们心知肚明吧。现在我跟男友在一起5年多了，也跟彼此家长相处算 OK， 结果是好的。下次再跟你们分享其他故事咯。我喜欢关诗敏的慢，最近我在听2012的录音档，慢，附上100元，活得很慢，赞。这边呢，普婷从日本寄来了2封明信片，一封呢说最近在马克先生听到因为新冠肺炎之后可能会很少收到明信片，在澄崎温泉打工度假的我就立马速补上。第2张呢说，因为这个病毒啊，我每天放假已经快要1个月了，听说接下来1、2个月也是这样。我现在在日本的温泉旅馆工作，本来很担心没钱吃饭，不过今天收到公司发的休业首当了。休业首当是什么？休业首当，这是日本法律规定在特殊情形下提供给劳工的生活费补助跟保障的钱。没做工作又有钱，真的是太快乐啦！呀呀呀呀呀，五迷呀呀，他这边自己写呀呀呀的，他呀呀可能不是这样哼出来的啊。我知道，可能是容祖儿的呀呀呀，是不是？哇，你讲的说容祖儿呀呀，你超强的。这边还有一封明信片呢，来自于我是台中张雅婷，多益965，开玩笑的啦。我是彰化如烟，正在练习用左手写字，看能不能活络右脑。好处是你知道为什么吗？为什么？因为我们左右脑是不一样的，我们右脑是控制我们的左半边，我们左脑控制我们右半边。是不是洗脑很严重？你是不是会被整套了？当然，你要不要花1个小时来背出整套？我可以跟大家分享啊，有个老板啊，79岁啊，那其实他有一些国外客户嘛，我就教他每天呢就背50个单字，彻底的记住哦。3个月后，他已经可以用英文跟国外的客户对话了。那我们的课程呢，其实都有通过那个 TTQS 啊，就是可以，因为我知道听众有很多是企业2代，所以呢，就是会有这个需求呢，有 TTQS 啊，什么是 TTQS 呢？台湾 Training Quality System， 这个呢可以让您来报税使用，这个非常方便啊。其实之前有个小儿科医师啊，他就是要来上课，带他的小儿科医师，这是今天新的，以前没有，不能是因为今天新的现学现卖，好不好？彰化如烟。练习用左手写字的好处是什么呢？会少写一些废话我写没几个字，一首歌都播完了。我会再持续写信的。谢谢你，如烟。马克玛丽，我是乌拉拉。乌拉拉。现在我很生气哦。怎样？我啊是色情行业的工作人员。我所在的部门每天都要处理上百部的 A 片。上星期啊，我的上级下达了一个新任务，他跟我说你用那个矩形啊，矩阵那个矩形好不好？把鲷鱼不是把鲍鱼跟屌盖起来。打马赛克嘛。我就盖了几片之后，组长就跟我说：“你那个盖太大了遮细一点，都遮光了，没看头。”交差之后隔了几天，组长偷密我说：“拜托我多做2个档案，因为我做得很快。”我接下之后花了几分钟做完交差，他又有问题了。你那个遮那么细，福利给太多了吧？你皱褶也要遮啊！
啊，到底是要怎样？我遮太多也不行，遮太少也不行。就一边检查答案，一边看到个小点就会截图念，我截图念，我念5张，我受不了了，我就说我重做，我截出他的北兰行为。可是我明明就有照你说的做啊，我就看了一下他的说的那个地方，我就看，哎，你真的知道鲍鱼长怎样吗？你这个只有屌的家伙，跟林州妈我说鲍鱼没遮好，什么意思？你知不知道有大包跟小包啊？大鲍鱼跟小鲍鱼的 size 是不一样的哦，你是不是看不出来啊？你这个臭鸡鸡，一天到晚标准不一样，我每天还要配合你的心情，你根本就他妈不知道鲍鱼的长相嘛！但我生气完之后，该做的还是要做，做完的同时，我在心中封他为不知鲍鱼长相的人。老实说，这份工作很多人很羡慕。一开始我也是，我就觉得我上班的时候啊，有的时候我看到喜欢的 A 片，我要记下来，晚上来用，然后就会好奇，奇怪，其他的男同事怎么都不会，就是做一做下面硬硬的嘛？做了1个月之后，免疫了。哦，看太多了。有一天晚上，我兴奋打开 Pornhub 选影片，我就觉得。好恶哦！上班时看的是 A 片，看各式各样恶心的片子，导致我现在看的是正常的片子哦。我冷掉最后发现 Only 漫画激起我内心的火花。直到刚刚我还在生气，直到我看到某一集马克信箱底下，我留言说我的行业也很特殊哦。马克却回能能外约吗？你要外约去哪？外约来 Podcast 聊聊天啊。好像之前有在 IG 有讲过，然后他可能都已经离职了，本来有想要约的啊。对哈。对啊。我要告解，我唯一按了马克信箱的影片，只有1支，我按下了 dislike。为什么？是马克你恋爱内容快转的那集。对啊，靠什么啊？过分！还有就是我最爱的歌手陈贤进都一直不签约不出新歌，让我觉得很烦躁。真的耶，陈贤进也是不来。我就 Google 发现他的歌 Colin 计划系列是因为年轻时听青春点 Colin 失败才有灵感创作的3首歌。天哪，教主教母实在伟大。我是心情已经变美丽的乌拉拉。赞哦！我是白雀斑，上次写信是2020 3月底啊，那个时候是抱怨新来同事母胎白目。我今天要跟你们说，在我寄信之后，新同事就离职啦，好快哦！啊，愚人节4月1号就没再来了啊。现在这个办公室的气氛呢，瞬间恢复愉悦。为什么玻璃上面都一点一点白白的啊？不知道好恶，谁喷了什么东西在玻璃上吗？今天要来说说友情。大学毕业后呢，同学D介绍到国外工作，当时我交了一个新男友啊，现在的老公哦。理所当然，我每天下班回宿舍就视讯。我跟 D 是室友啊，2人一间公司宿舍。D 没有交过男友，我就请当时的男友帮他介绍，所以呢 D 也会开始加入我们的视讯当中啊，我们就一起面对电脑跟2女1男的聊天啊，好奇妙。就是聊聊天咯。这中间为了方便传介绍对象的照片，还有 D 会想要问男生的事情，我就会让男友跟 D 交换 LINE 括号。我真心建议女生，再怎么样都不要让自己的好朋友加自己的男友 LINE 私聊。在这个事件当中，我没有被劈腿啦，可是我有个不好的经验。一如往常啊，我跟男友聊视讯啊，当天聊得有点晚 ，D 已经睡觉了，我多聊了15分钟 ，D 就很不爽，坐起来，对，是被鬼附身哦。走进厕所，然后甩门，把门关上。我知道他不爽，我就赶快结束。隔天 D 就跟我道歉，他说啊，对不起，我昨天有点过分。我以为呢他在为他大声关门的事情道歉。过了好几个月，男友才说当天发生什么事。他是去厕所 line 我的男友，说你们可以不要聊那么晚吗？你不睡他就不睡，他不睡我也不能睡。男友的意思是他当下没有跟我说，是不希望这2个女生吵架了。毕竟人在国外要互相照应。老实说，我听完超傻眼。你不爽可以跟我说，不是赖我男友吧？我给你赖不是这样。但我必须要说，其实这一件事情，第一没有做错，你男友也处理得很好。反而是你自己想说失控了。就是你觉得那个人要跟你很难，有时候在当下你就是没办法面对面跟他讲啊。对，
就是我也可以理解你觉得说有什么事情你直接来找我，不要透过一个人，就是我觉得可以理解，可是这件事不是这么容易做到的啦。之后 D 交了人生第一个男友，作为朋友的我也很替他高兴，常常听他们说他的状况，远距离要怎么经营，我觉得人就是互相了。当他交了男友之后，也会晚上躲在被子里面热线你和我也没有说什么，热恋期难免嘛，我能理解的。这段恋情很短暂，3个月就 GG 了。我当然知道他难过，就只能安慰他，听他说。第一总是说还好没有交往的很深，因为远距离没有放太多感情。可能刚分手的人很敏感吧，看我还跟男友每天视讯，他不太是滋味，开始觉得我们聊天很吵，甚至跟其他同事抱怨，觉得我都不体谅他刚分手。Hello， 难道你分手我要跟着分手吗？有一天呢，我们4个女生下班一起去买衣服，我看到小朋友的外套觉得很可爱，就想要买给男友姐姐的小孩，我就问了另外一个女生说哪个颜色好看。当我们在讨论的时候， D 突然说你是确定要嫁给他哦，还帮他姐姐小孩买衣服，请问我到底哪里惹到你？渐渐我们开始关系变得不好，他会去跟其他同事抱怨我的事，甚至有时候对我讲话好像学姐对学妹讲话那样子。有几次 D 会找我想把事情讲开，当下讲完我们俩好像就没事，可是我心里面已经没有把他当这么好的朋友的。我当你是好朋友的时候，我可以对你无条件的包容跟付出，但经过这些事情，我觉得你就是看不惯别人比你好而已吧。前几次放假回台湾，我男友都是开车来机场载我跟 D 回台中，我也没看你搭顺风车觉得感激啊，难道做这些是我们应该的吗？当初好心帮你介绍男朋友，安排饭局也是应该的吗？没凑成对你怪我咯。现在我们都回来台湾工作了，结婚的时候还是有邀请他，我妈的意思是毕竟他帮我介绍了不错的工作，谢谢他。不过在喜宴之后我们就再也没有交集了。经过了1年的室友关系，算是深交了一个朋友，彻彻底底的了解个性，人果然还是要有距离才有美感。接下来 PS 星座地图炮开炮。哇，人生中遇到的天蝎女都很难搞啊，超级难相处，还会背后捅刀啊。可是我就很喜欢天蝎男，像是我老公，我觉得天蝎男很优质啊，玛丽可以参考哦。抖内了100元，谢谢你白雀斑。这个样本数也太少了，到底是凭什么要我参考？不就是你身旁的一男一女吗？说什么呢？但刚刚那个好真实哦。怎样？我其实也不觉得他的室友是个讨人厌的人或坏人，真的就是人的情绪在不同的时候，你遇到的事情，刚刚就是很多的小事，然后你就看到小事把人的情绪激起来，然后就分开了，非常 real。这封信来自于小岛少女，我住在学校的宿舍，是6人房。我们的学校，今天的故事开始咯。干嘛鬼故事哦？我们学校是蛮多鬼故事的学校。阿腾我啊，本身非常怕鬼。鬼故事又要在这一间讲哦，又是这一间哦。可是他没有说他是鬼故事啊。好了，阿腾你怎样？人生中几乎没看过鬼片，只有小时候去阿嬷家会跟阿嬷一起看蓝色水玲珑啊、台湾奇案那类的节目，我就又怕又爱看，每一次看完都会好几天睡不好，怕上好几天。长大后状态时好时坏，想到还是会很怕，可是我还是不看鬼片跟恐怖片，因为我容易受惊吓。那学校在聊鬼故事呢，我也不想知道，但时不时就听说那栋有人跳楼那栋有哪间学校里面有凶杀案啊，这么可怕好恐怖哦。而前个星期学校刚发生命案，就在宿舍旁边，但我没有往心里去，我就觉得好，我不要乱幻想吓自己。时间回到上周2跨周3的那个夜晚，一直以来我都因为失眠而困扰，我都决定要读书读到有睡意再上床睡觉。时间就这样来到了凌晨2点钟。凌晨3点钟。通常爬上床前，我就会带好耳机拨马克信箱，但今天不一样，我就把手机耳机先送上床才爬上去。躺好后，准备戴耳机时，听到一个很小的有人睡觉了。我想说室友在打呼，就没有太在意。原本平躺的我翻了身，背对我左边的墙壁，对面就是我的室友之一。这时候怎么鼾声就没了？有点好奇，我就想找回那个根源啊。我就又把身体转回正面。我一转回正面，
鼾声又出现了，这么妙，我就想说，还是其他的室友呢？正想会不会是其他室友的时候，其他室友的出现了，跟先前微小的形成了二重奏。一般情形，你可能会想说啊，学校宿舍隔音不好，可能是隔壁房刚好有人很靠近墙壁睡觉传来的声音。可是我们的房隔壁是会议室，持续不断的打呼声，听起来很近又很小，又不像普通人打呼声非常细小。接着我看到在我左侧，同样以卧姿正面面对我的一个玩偶小熊 Eddie， 就是在 IKEA 买的小泰迪熊，长相很可爱哦。这学期我就只带这一只来宿舍哦，我就把耳朵靠近它，干，是他在打呼，我难以置信，好扯哦！我靠近听了好久哦，我本来睡意全没了，我还打开手机靠近他，我要把 Eddie 他的声音录下来哦，他的打呼声人模人样。忽大忽小，声音的大小就符合这个熊的身体，我震惊到了。天哪！真正亲身经历这类事情的时候，我不会害怕哦，我很讶异，可是我很冷静，我会想说，这是真的吗？我在做梦吗？我马上传讯息给家人描述这一切，但想到待会早八还有英文课，现在已经3点了，旁边还有一只在打呼的小熊。打呼熊，关于小熊的事也关于你，关于我，关于留，关于走。而且小熊正面对我打呼不间断哦，床又小，我还会担心我会不会碰到它吵醒它，什么意思？但我又怕它被吵醒之后会不爽拿我出气，于是我用棉被把自己包住，以防小熊看到我。我就静躺了好久才睡着。隔了几个小时起床后，我看到家人回的讯息，想到睡前发生的事情，我还想说会不会是一场梦啊？但隔一天我就把熊寄回家了。我没有很害怕，可是我觉得怪怪的，对，就怪怪的啊。那个玄之又玄的事情在我人生中出现，我想说这一切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好像有点神奇。所以我决定5月回家的时候要去拜拜，希望不要有任何形体以任何形式来吓我，因为我不敢保证下次我可以这么冷静的面对。天哪，这是一个小熊在打呼的可爱故事哎！这是可爱的吗？这个不可爱哎。它不是 Ted 吗？你说他打雷的时候，等着把你，对啊。你如果往那边想的话是蛮可爱的啊，但是如果你走那个比较恐怖，对，人家都说有那个玩偶啊，或是娃娃啊，那都是吸附灵的东西啊。有没有听过这种？我知道，可是我床上很多娃娃。对啊，就是不应该摆那些东西啊。可是小熊在。你说蛮可爱的，是不是？我念的时候就觉得有点 Q 啦。好的，谢谢你们的陪伴，我是小岛少女。而且 IKEA 的玩偶不是都做的蛮萌的吗？可爱。如果是很凶的恰吉，你放在恰吉就可怕了。就是我想到那个熊应该是蛮……我觉得不是可不可爱的问题，就是你可能放个巴斯光年，放个胡迪什么，其实都会吸灵进去啊，灵都会觉得这个地方可以住。你床头都没有玩偶？我就是听了这一件事情之后，然后就在你不是有个会在阳台叽叽叫的玩偶吗？所以赶快送人啊！那个超恐怖的。对啊，他就是会一直叫啊。对啊，那个超恐怖的，那半夜自己在那边叫。你后来送给谁？我忘了。某个朋友，某个卡提亚的朋友，他都没有私讯你说那一只玩偶在叫或干嘛？没有问他后续如何。2020 5月4号，我的内在活动来自于5P。最近我的内在世界一直不停地运动着，我不自主地常常点开脸书。我知道我这阵子病得比较重，常常莫名的焦躁。那天之后你消失了好几天，我很想你，但是却在梦里冒出另外一个人，而且连续2天。我开始需要正视最近内心的内在活动，焦躁让我很难专心致志的工作，会很容易落后进度。我开始需要某个仪式引导自己进入工作模式。昨天晚上我翻着你的 IG， 不知道想什么，只想见见你。我开始思考你在我人生中以什么样的意象存在着，代表什么？代表保护的象征吗？代表某种性的追求吗？你吸引着的是我缺乏的，还是我拥有的？我不想变成你，不想拥有你的生活，而是想要跟你共享，这到底代表什么？想见你，只想见你。一个理智的人就是告诉你，就是一切都不代表什么，就是你越想要知道些什么，你就会越往死胡同里面钻，意义都是人赋予的，
一切都没有意义。翻着过往的照片，常常会有莫名的幸福感。对于过去的分别，我似乎做得不好。分别时，我常常会选择逃避，因为这样比较不会痛得厉害，会慢慢习惯一个人不在你的身边，如此而已。然后记得彼此所有的美好。可最终我知道自己没有面对分别，我知道这些伤痛卡在内心没有解决。我怨恨自己最后做的所有没有作为。我气的或许不是对方，从来都不是对方，是自己。下个功课也许是学会告别。该怎么学会告别呢？我该给个仪式吗？仪式后真的会告别吗？离开后，我习惯很快清理掉对方的痕迹，只是这样并没有把对方从内心清除掉。我回想有一段日子，他从我内心走掉的日子，是因为太忙碌。可是这样在停下来的时候，他也会再出现啊。所以马克玛丽，该怎么告别一段逝去的感情呢？你们都是怎么做的呢？时间。对啊，太忙碌其实是一个方式啊。时间跟遇到下一个人吧。然后很多人都会卡在这边，因为时间就会觉得，就像他嘛，他觉得太忙碌，暂时会忘记，可是他又会提醒自己说，因为他是一个非常非常感性的人，所以在忙碌一空下来的时候，他就会加倍的反噬他。而且这个是因为你自己已经先给你的脑子暗示了，说我现在的忙碌是为了要忘记他，所以一旦我不忙碌了，他就会回来，然后你的脑子会接受到这样的讯息啊，所以就算你不忙碌，其实一般人来说可能都已经不太会记得了，可是因为你事先先告诉你的脑子就会说没有，我要记得他，他就会回来。然后认识新的人这边，很多人就会卡住说，我没有办法再遇到一个跟他一样的人了，这个也是一个自我暗示啊，因为你已经告诉你的脑子说，我不可能遇到一个更好的人，你相信这件事情，这件事就会发生。这个世界就是这样子嘛。前面说那个什么相信天蝎男天蝎女那个东西，你相信那个事情，那个东西对你就有影响力嘛。对我不相信的人来说，那就是屁嘛。会讲话的小熊也是，你相信就是有鬼这件事情。你相信就是世界上会有恐怖事情发生，你相信鬼就存在嘛？你不相信你就觉得，这巧合吧？马克玛丽，我是föfö么，会知道你们跟点点点是透过我老公介绍的。他每一次听到有趣的故事就会跟我分享，我们是彼此最好的朋友，也常常会在路上讨论路人，括号有好有坏。我们常说有了小孩就不能这样，就会教坏小孩啊。对啊。可能之后我们就只能用 LINE 啊，或打个小暗号再来讨论。从交往到结婚在一起9年了，我们还是有说不完的话，每天都会分享看到的趣事。现在还多了一个话题，就是女儿每天的成长演进。想借由这个机会跟她说，谢谢她出现在我的生命里，让我成为一个更正面的人。谢谢她陪我度过最难过的时光，有她在，我非常的有安全感。虽然念到信的时候可能已经过了她的生日，她是8月11号，哇，现在这是一个完全不相干的日子，但是希望透过你们的声音跟她说30岁生日快乐 Eric， 应该要跟你说新年快乐了 Eric， 还有希望马克可以对他说一声 You're awesome， 附上20元。又到了马信救世主的时间了，我们要感恩我们的救世主们。首先感谢沙地猫的肥螳螂，跟藤好好吃咖喱年菜预购开跑咯。你还在为过年家族大团圆要准备菜感到烦躁吗？你还在为别人能大团圆，自己只能看着空荡荡的餐桌感到悲伤吗？跟藤年菜礼盒为你精选了香菇赤肉羹、樱花虾米糕、富贵笋丝蹄膀。喜欢蹄膀是不是？很喜欢哦！每项商品都是传承自外公的好手艺，冷冻真空包装，退冰加热就可以轻松把美味端上桌。备注教主教母万岁，就想点有专属好礼哟！淡然有味，淡然 tea， 喝茶啦，天冷来喝个好茶啦。Hello， 大家好，我们是淡然有味，是专注于质感台湾茶与茶道美学的茶叶品牌，已经在松烟成品营运8年了。哦，这么久？真的耶！大家最近在为了年节送礼烦恼吗？见长辈、见客户、见女友爸妈，不知道送什么吗？淡然有味今年获得 Pinko 与茶叶礼盒10大推荐，茶叶及礼盒设计都同时获得多项的国际大奖哦。
过年过节送给长辈客户就是最适合的选择啦。我们特别加码150元的现金券，只给资深马信听众，让我们用精品台湾茶叶礼盒解决你的送礼难题。现在就到淡然有味的脸书私讯马克信箱领取150元的现金券。淡然有味这4个字需要讲解吗？不用吧？它有同音字吗？应该没有吧？淡然有味，我不知道大家会联想到什么啦。不可能想到鸡蛋的蛋吧？食得私厨网络商城，过年围炉不知道要吃什么吗？食得私厨冷冻年菜组合推出喽，绝对保证图片就跟食物相符，欢迎参考订购。台北市大安区彩时代意式冰淇淋，我们把意大利人圣诞节最爱的水果蛋糕变成冰淇淋啦！娜娜朵尼口味，本周圣诞假期超限量上架，错过要再等1年哦。内用外送只要报上点友另有优惠。最新的口味可以上 Facebook 或是 IG 粉丝团查询，账号请搜寻彩时代，彩虹的彩没有那3撇。好日子诊所，欢迎大家动动手指搜寻台北好日子诊所哟！我是超爱玛丽的板娘小笼包耶呼！永文说什么？玛丽说在其他电台听到我？不可能的，马克先生是我第一个也是唯一听的电台节目啊！然后听到明年3月20有马信周年活动，但如果有顺利排到签证，我就要去日本留学，不能参加了，好难过啊！哟幸运铅笔小礼盒预定倒数中，有马克玛丽的暖心小字条陪你过圣诞哟。上网搜寻九辉 Joy Wan， 以及感谢我们众多的救世主 CJS 猫猫 Accessories by Leaf 回家作业叶子的叶23达菲斯香水美材金门蓝色星空庭园 Mumu ACC MUMU ACC 塞纳河马 InHouse 好事美甲泸州甘腐金烧肉圣普 Elise爱朵儿 Adora Design 人类36号台北2730咖啡乌萨克斯好袜桃园阿强金满堂暖心饮品专卖店林真果行法基因还有哇这样你 get 到啊，你这很赞哎！高家老菜谱马克玛丽的青春点点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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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妈亲爱的马克玛丽，我是海归回来的 BLS， 从小家里就会听飞碟电台。海龟回来啊？但他的海龟真的是那个 Sea Turtle， 真正的海龟，是那个海龟。有听过哥哥妹妹有意思，可是当时的我完全不知道2位在干嘛，我就默默转到别台听拔辣流行音乐。不过你小时候那时候听的哥哥妹妹有意思，应该不是我们吧？或是有可能是你，但应该不是我们。前阵子因为听了敏迪国际新闻的 podcast， 因而发现了百灵果跟马克信箱。可能是年纪的关系吧。听着马克信箱2位活泼主持人的反应，觉得太有趣了。我早上起床刷牙开始听，上班时间也听，下班回家洗澡继续听，听到太嗨，室友1度问我说：“你在听什么？”2度叫我去戴耳机听，3度叫我关小声一点。被讨厌喽！这次写信想要分享我跟女友 H 的艰苦历程。我们是因为工作认识的，我们在的部门不一样，没有很多的交集。他呢是新人，每天就跟着新人组同进同出，生不如死，无聊爆炸，值钱训练。我注意他的原因是因为他当时每天都绑一个小丸子在头顶的发型，类似白痴的天线宝宝，但也不是全部头发绑上去啦，也不是那种什么排挡杆头，反正就是这样过1个月左右。到底在形容什么？好会形容哦，是不是空姐头啊？我就决定要跟他当朋友，我就展开了攻势。还记得公司10月有一个夏日趴就是很尴尬，大家一起吃饭啦。我喝酒喝太嗨，到处敬酒，就直接跑到可爱的 H 跟他们聊天，然后要到 Line， 可是他有锁陌生人，我等了1整天才等到他回的 Line。一开始我们就交朋友开始啊，每天下班我就有机会找他出来吃饭，可是因为他住在家里面，不是天天可以出来，然后我又住在很远的淡水。后来呢要搬家，我就顺便找他，以帮忙搬家为由霸占他的休假日。1整天的相处下来呢，我发现他很任劳任怨帮我收东西耶，嘴巴上会念我，可是手都没有停下来过，一直帮我收拾。日积月累下来，我就深深的被他吸引了。没有想到后来 H 就跟我告白了，
可是 H 跟家里住，所以出门都要跟家里报备。然后呢，他的家里因为爸妈离婚，又有2个弟弟，妈妈非常的传统，很早以前就说过不可能接受自己的小孩变成同性恋。于是接下来就是一场长期抗战。H 的妈妈就是典型的电视剧女主角。哇，今天这个太巧了吧！电视剧女主角有分很多种，我刚刚竟然浮现的是那个很夸张的韩剧，那些妈妈们。韩剧的妈妈会怎样？就贵妇妈妈们啊，上流社会那种妈妈们。我想到的是杨谨华，苏妈妈，Nakamura桑。第一次被苏发现，我已经直接叫苏了啊！我们的恋情是在我们交往没几个月的时候。那天 H 跟苏说他要去看电影，但其实是要来我家玩。结果苏在晚上9点半就问 H 说你在哪？他跟他妈说我看完电影在电影院的厕所啦。妈妈不相信，因为背景太安静。过10分钟，苏又打来，你在哪？ H 说我要回去了啦。苏在电话的一头破口大骂，你最好就不要跟我谈恋爱啊！谈恋爱又怎么样？谈恋爱就算了，最好不要给我交女朋友啊！这么晚不回家，你知不知道我一个人在家？你有没有把我这个妈妈放在眼里啊？他再也受不了，放声大哭。我自己到底为什么不能做自己喜欢的事情？这一通电话呢，就哭到10点了。我赶紧送 H 去搭捷运回家。回到家，他要被怒骂一阵。爸爸妈妈都在家虽然他们离婚了，可是爸爸有时候还是会回来。2个弟弟也在家。他才刚踏进家门，素就说：“你这人什么意思啊？你谈恋爱有没有想过我的感受？你谈恋爱就算了，最好不要跟女生搞在一起哦。”这时候他被逼到了极限，说：“对，我就是跟女生在一起，怎样？”他自己讲完这句话也傻了，因为接下来策略还没想好，直接丢震撼弹。接下来素就失去理智，拿起了剪刀往房间冲，拿起了 H 的衣服，就是那一套新买的情侣睡衣，开始剪，贴身衣物剪，裤子剪，同事去日本带回来便当袋剪，看到什么剪什么。H 的小弟因为怕素冲动拿剪刀对 H 下手，就一直挡在前面保护着 H。就这样一个不平静的夜晚，先写到这边好了。最后想说 H 是因为我的建议才开始听马克信箱的，然后就迷上了玛丽。你看看你，我怎样？你是人家情敌，你知道吗？还好吧，太可怕了。有多少女同志到底喜欢你，知道吗？我真的不知道，真的是很多啊。3月的时候，原本跟同事，我们是阿卡贝拉。哎呀，你讲得出阿卡贝拉，我也是给你个 respect 啊！哎，给你个 respect。3月原本跟同事买了舞台剧《惊声尖笑》的门票，但因为疫情啊，就决定退票。结果他看到了玛丽 IG 的限动，发现玛丽去看了舞台剧，深感难过，还说：“你看，如果我们去了，我就可以看到我的玛丽了。”但你怎么知道要看哪一场？就算你看了，你也不知道那一场你看不看到他。就像之前 Chilling 就是 Nike 老师他在公馆的派办个人歌唱嘛。你不是有去 dancing？ 对啊，那个场地那么小，我后来看到了呱吉发文，为什么？呱吉有去哦。对啊，我想，我怎么会没有看到呱吉？然后呱吉也才回说，你那么高，我不可能没有看到你啊？应该是他认到你的几率应该要很大，因为你真的太好认了。对啊，所以你知道，就算你看到那个讯息，你也不代表你真的会遇到的啊！宽心。马克玛丽，我是鲁邦。每件日常发生的事情啊，我都会把它记下来，然后想这个或许可以写到马信哦。OK。今天想要分享是我国中时期发生的事，原本已经深埋在我的内心深处，可是怎么样？最近跟朋友聊到自己的自卑感来源又出现了，希望借由2位的声音，让我放下这件事情。国中时期的我跟现在一样，我是个文静不擅长运动的大块的胖主啦。我的体育老师 Mr. 曹佑宁哦，曹景辉哦。曹兰哦，曹哇，曹丕曹植，这不行，古人不行，曹启泰，哎呦，曹启宏是谁啊？政治人物？对，那是费鸿泰吧？曹承模啊？你说韩星哦？他不是真的姓曹吧？那是综艺吧？曹承模，曹景辉。曹佑宁，她是个对美女学生、擅长运动的女生特别好的体育班的班导。曹启宏立委啊？你都记这种立委名字？怎样又不行哦，他也是人啊！你不要当政客好不好？干，这跟又有什么关系？
还有我胖子又不擅长运动，不符合他的标准啊！老师心情好的时候，美女普妹都可以平等对待，包含他那不入流的笑话。你是不是没讲曹兰啊？你有讲曹兰呐？哦，你自己讲曹兰的，你自己忘记了。对不起，这个我根本不需要调那个虎柱叛贼，我自己就知道了。不需要鹰眼，不需要 Sunny。有一天他心情好班上的同学都我会在他身边聊天，我也在里面。突然那个时候，我在地上捡到了10块，我就递给他。他跟周遭的同学都开玩笑说：“你留着就好了啦，才10块钱。”因为气氛很好，老师也笑笑的，我就开玩笑做事要把钱收进口袋。OK， 老师却突然盯着我，怎样？跟我说了一句话：怎样？丑人多作怪。这老师干嘛啊？老师有病是不是啊？这老师，我现在想起这件事情，我现在写这件事情，我觉得还是很愤怒，难过，我是难过。我在跟男友说起这段的时候，不知道为什么眼泪掉下来。对于已经过期那么久的事情，其实为什么啊？我捡到10块钱，然后给人家拒绝，然后我收下来，然后被骂丑人多。老师就是那种很没品啊，觉得讲丑人都作怪，大家好像会笑，我就讲那句这样子。你没话找话讲你看吧，体育老师又不一定打过他。有些人好像会借由贬低他人，然后获得笑声，觉得自己好像很棒。其实这是蛮多。或者以前的主持风格好像都是这样子啦，就cos人家这样子。对，就是你借由贬低一个对象，然后在现场获得最快的笑声，那是一个很快的方式，那是一个捷径，可是这不是一个好的方式。就是这是一个最速解，可是最速解不是最佳解。我最近很喜欢讲这件事。这个要讲，真的讲太多了。我现在还在这个圈子里面，我不方便说什么。这个也是我长久以来会卡在我心里的一个问题啊。但是你不会这样做啊。我觉得有时候难免可能也是会犯这样的错误，因为那是一个可能你从小看这样的节目，然后你也知道这个最快，对，所以就像是我们说不要再开天龙国的玩笑，可是你还是有时候会不自觉，你就是瞬间就是会讲出来。我觉得蛮不错啦。自从就是讲了不要开天龙国玩笑之后，我们都没有讲啦。真的吗？真的啊，还是刚好没有而已。是没错啦。所以就是你也知道那个要避免，可是你又不一定每次都避得掉。那其实你也没有能力改变这个，你没有能力改变圈子，但是你可以从自身做起。对，你顶多就是不跟进去，不干嘛，就是有时候你看大家借由cos那个也是看得蛮，看到大家cos之后，然后突然一脸正色说卖cos，对，没有，我觉得要直接指正说不可以这样，好像太难了，这没有办法。那就大家跟着笑的时候，突然扑克脸，就一个人站在后面这样。对，就扑克也没有瞪啊，就突然就是本来就哈哈哈。但我觉得最辛苦的最辛苦的还是被cos的那一个啦，就是那个真的很可怜啊，没有人想要当丑角，或者是为了要出卖自己或是嘲讽自己来获得喜欢，也是蛮可怜的一件事。但这么久的事情，我无法再追究苛责什么。反正写这封信的当下，我坐在我的梳妆台前面。偶尔我会抬头看向镜中的自己，默默的跟我说：“你很美，你微笑的样子很好看欸。我喜欢你的眼睛哦。我希望我可以越来越有自信，越来越喜欢自己，也希望以前有被这个老师刺伤过的人都没事，现在都过得很好。谢谢你们读完这封信，过2天我就要考驾照了，希望我可以平安通过。爱你们，跟学习爱自己的鲁邦敬上。”最后的这首歌要点播的是你微笑时好美，谢霆锋。你微笑时好美，竟然会唱，还是王力宏的爱你等于爱自己呢？爱你就等于爱自己。今天的马克信箱呢，希望在这边我们大家都要学习到，不要跟别人比较，然后世俗的成功是世俗的，你是你自己的。那同样，如果你有跟家里面这个出柜的烦恼的话，或者你爸妈就是那种很 drama、很无法沟通的人的话，也希望你可以找到一个方式，然后离开或是解决这件事情。那最后呢，就是跟大家说一声 Merry Christmas。还有，如果你在台中的话，这个本周6我们可以台中晴美见了，我们应该是在晚间的时候吧，傍晚的时候5、6点的时候。那我们就到时候见啦。我是马克，我是玛丽，圣诞快乐，拜拜。